我是赵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李俊毅委员、殷乃金小姐、费鸿泰委员、林郁方委员、陈志涵发言人。好，国军第一次曝光说我们可以监控福建大城湾地区的地面部队，而且还公布空军监视攻击的画面我们的空军去监视。那为什么以前不公布，现在公布？那就问国防部了，说最近有什么异常吗？国防部说最近敌情蛮异常的，很特别。他不用公布，我们也知道，不是飞机来很多，那天还来了103架，第一次这么多那另外呢，学者是说呢，是要展现陆地监控的能力就我们对他的地面部队很清楚那另外呢，大批攻击又闯越台海中线，占我们的近航区，这么一大密密麻麻，看到没？所以我们近航不能飞它飞过来了，那怎么办呢？我要驱离好，那么美国这个布朗接密利担任就是他们这个参谋会联席会，就是我们的参谋总长了。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现在都是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先看一下到底我们怎么监控大陆。国军在公布最新图片，我空军征召来扰的共军运8反潜机，而军方上周透露紧盯中共远火部队之后，最新一步这样透露：同步监控共军远火、火箭军以及福建大城湾附近地面部队动态。没有特别揭露我们最近的敌情真的是蛮异常的。假如说一开头有可能你发布太多，好像搞得人心惶惶，但没有发布，最后人家暴露以后，我们再发布，就变成我们好像在遮蔽。部长是悠悠的说，却也点出最近敌情蛮异常。目前这个状况他们已经做很久了，但我们研判初步到9月份，他们是做一个联合军演。联合军演包含陆海空3军，也包含这2栖，还有包含这个陆航。情报的获得有很多方法，除了我们自己能力以外，各位我们一直有交流但我们不依赖。而福建大城湾和东山岛其实是东部战区过去曾被曝光的2个登陆战训场，距离澎湖约237公里，离台南嘉义海岸295公里。那大城湾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就中共自己公布的资料来看，这个地方有机场、有港口，也有高铁，所以它会是个很好的一个集结的前进基地。主要就是要去看的是，它是不是有可能在进行2栖登陆的训练。两岸军事剑拔弩张之际，对岸持续在联合国大会上强硬表态：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中国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说是要和平，但动作可一点都不平和。那另外，最近林委员有什么特别的异常？国防部长讲最近情况很异常，我也不晓得，他也讲的也不是很清楚，不能清楚告诉你泄露。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把它讲清楚一点，国人反而比较心中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疑虑了我觉得他最主要想讲的异常就是说一直在演习，中国大陆这一阵子一直在演习。那你如果这样，我可以讲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演习？也有原因，因为大陆的周边都在演习，这个就是你越来越清楚，这种军事上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冷战以来现在是最严重的。这里如果要讲一下 Brown， 人家会问说，他为什么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主席？是不是因为特别他反共这样？其实不是啦，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为止。美国的陆军当了2届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美国的陆战队出身的也当了2届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他是空军然后海军当了1次空军。2001年 Richard Myers 就是空军的，所以现在再怎么轮也该轮到他了啦。其实他没有特别的什么反共，这样他当过太平洋战区的空军的那个指挥官，就是那个司令，所以他对印太这个战区。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你如果说他有什么特色，那只有看他7月份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那个听证会上他讲了。如果把它整理，大概他几个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他认为如果他当上了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他要加强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
寻找美国可以运作的基地，有的基地摆在那边，但是你飞机没有办法下降啊，船没有办法开啊，只是驻守一些陆军而已啊。他要的是可以操作的那个基地，这是他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基本上是支持所谓的 PDA 啦，就要给美国总统更多的授权，让他可以运用他的这个特权，从他的美国的军械库里面调那些武器，加速的移交给中华民国。他认为这个有助于中华民国提升所谓的不对称战争的这个能力。他讲的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过。不过当然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国防部长、参谋长都是黑人那美国现在其实部队里面，他是用募兵黑人也非常多，真的白人其实并不多，尤其是基层军人。我还记得很早以前，长辈告诉我个故事，那时候刚刚民国40年左右，有美军顾问团，只是说很北落有顾问团，那时候刚好这个团长是黑人上校，他进部队的时候呢，卫兵不敬礼，白人卫兵不敬礼。他下次再进的时候，他用一个杆子把他的军阶挂在杆子上经过。你不是对我敬礼，你对我的阶级敬礼。所以那个时候对黑人是这样子。现在参谋总长、国防都是黑人，你看这几年的变化有多大好，那么第一次美国有2艘无人舰到日本的部署在西太平洋很大这无人舰蛮大的。讲无人舰上面还是有人，也不是都无人主要是老美是讲说，你老共现在坐船跟下饺子一样。就跟下饺子，他们有一些船坞，同时一个造船上面有10个船坞同时可以10部舰这样做。这老美现在做得很慢了，所以呢没关系，你造你的有人舰，我做我的无人舰比较快老美是打不对称战争，这是一种不对称战争那另外呢，这个美国驻日本的大使这个很绝，通常大使对从来没有去骂外国的元首，都非常保守，但是这个大使呢，最近一直在骂习近平说习近平用人不行了，不当了你看他那个秦刚不见了，对不对？火箭军司令也不见了，现在呢，这个国防部长也不见了，人哪里去了然后还用一个那个英国小说的书名什么有去无回类似这种，就是走了就不见了，这人哪去了就美国现在很紧张，因为美国处心积虑，不管这个王毅跟这个苏利文不管韩正跟布林肯都希望习近平10月能不能会个面，跟拜登，你们在搞还会个面吗？所以就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但他做过芝加哥市长做过3任的美国的众议员做过白宫的幕僚长他也在打选战，你知道吗？老沈，我觉得令人很感叹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办法解决国内的饥饿、贫穷、贫富不均这些问题，但是要花很大的一笔预算给军人，所以你军人你不能整天只是白吃饭、白睡觉，你总要演一下给人家看，有一个交代嘛。好，那你演，我能不演吗？那我演了，你就加强再演，这彼此演来演去，还不是儿戏一场？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国军现在已经很忙了，那国防部还派他们去查这个福建的里头的地面的情况。我们当然只有感佩，只有感动，只有尊敬。但是呢，你不要累死他们。我觉得如果跟对岸相比他大我们小，他强我们弱，他有主动的意图，我们只有被动的防御。他还不见得冲着台湾来，他有可能冲着我们背后的老板来。那如果我们也要样样奉陪的话，我们其实不胜其扰。所以我今天就在这里很慎重的有一个建议了。我觉得我们国防部要在战略上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要样样奉陪？比如说军机绕台，我建议可以不伴飞。为什么要伴飞？你来了，我坐着看，你进来了，越过中线 OK， 但是你是不是要转头回去？我们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就晓得他为我们所画的新的线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赔？那是你要给他严重警告，你一旦飞越，比如说我们的领空或者什么线，我们一定毫不留情的打下来。我们甚至可以喊话说，你不信，派一艘无人机过来，我打下来给你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步骤，我们一众小一个我们被他这个庞大的势力包围，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路这样赔下去吗？当然不可以。
我跟各位报告，最近听几位那个军方退休的人讲，96年我们飞弹危机的时候，台湾跟大陆的军事的投入的预算大概多少？台湾是1，大陆是不到1.1。现在那个赵大哥常讲，现在台湾是1，大陆是17。我们再看看美国哈，美国现在这个越战以后，它的可以动用的预备部队是70万，现在是多少你知道吗？就7万。美国陆海空募兵现在都严重员额不足啊，有海军差7000啊，陆军只募到90%等等啊。再讲美国的军工的生产力啊，跟2次大战他那时候生产力已经完全不能比了。举例，现在美国投入乌克兰的这个军工他都捉襟见肘。老共我不是在夸奖老共比相对，当然美国现在还是超强，但是美国相对于在96年，现在隔了27年，美国跟老共是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靠近。当然，美国还是比这个中国大陆强，但是我们回想看看，美国10艘航空母舰里面没有一条新的，没有一艘新的老共像海军像下饺子一样，当然美国还是比他强，但是相对于我们讲美国跟中国大陆军力的比，跟台湾跟大陆的比，尤其跟台湾跟大陆比越差越远了当然我们要强化自己，但是我是觉得两岸之间的这个谈判不要说我军力强了才跟你谈，我军力不强我就要跟你打，还是要谈两岸真的是不能打仗了。我不知道今天国防部长在立法院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大陆有异常的军演是多么异常，大陆也没，刚才林玉芳委员也讲了很多美国在西太平洋联合各国在军演，难道大陆没有他不需要演习吗？我们台湾也有些，我们汉光演习刚结束不是吗？我是觉得，但是我们的部长讲得很奇怪了，就是异常是多么异常？是准备要出兵了吗？还是选战到了？他是要我倒不觉得现在的国防部长是一定要配合民进党在演这个明年1月13号的这个选战，但是你要讲异常，要讲出一个所以然。同样的，在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整个的形势到底怎么改变？这是台湾一定要注意的，而不是说国防部长说我们已经能够监控你陆地了所以呢，我们这已经让大陆知道说你的动作我都知道，知道又怎样？你的动作人家也知道不是这样子吗？休息再回来。好，行政院昨天通过最低工资法草案蔡英文在去年选举的就是不是去年了，7年前选举的就是说他要立法，就搞到最后才搞出那其实跟现在版本也没有差太多了只是把它变成法制化而已那第一个呢，要组成一个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然后呢，这个参采指标它的指标就是这个 CPI 吧。是吧？那但是好吧，等了业界有不同的看法了那另外呢，这个议决程序要给它完备一点，然后呢，要研究小组来评估然后呢，这违法要处分然后呢，这个最低工资跟基本工资要顺利的衔接好，那他们认为有4个灰色地带的先不讲别的学者说，你就算是有审议会。但是呢，也是咨询性质也不是一个决策单位所以还是能有弊端那另外呢，媒体也报道说，这个工商团体意思是说，你现在只有 CPI， 你没有 GDP， 就是说 CPI 也许涨了很多 ，GDP 是跌的就是这个生产并没有增加物价是上涨了，没错了。那工商界说，那我们很辛苦我们 GDP 还是跌那还要去加薪呢？那工商界一定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了那所以呢，到时候还是喊价，因为他也没讲说，假如说我 CPI 增加5，工资就涨5，他也没这样讲。
它是参考 CPI， 那真的怎么参考呢？那 CPI 涨5，你工资涨8、涨5、涨3、涨2，又是喊价，所以到时候跟现在一样啊，劳工讲一套，开会之前说我今天要涨10%，工商就是哎呀今天很辛苦都不能涨哦，然后最后呢3、4都这样子哈，所以呢，工总说只看 CPI 恐怕会刺激通膨，反而让通膨更严重啊。好，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基本工资以外呢，赖清德到马祖去拼选举了，搭专车被批了，被批评。赖清德办公室说交通费是我们自己付的啊。我们看一下。参乡祈福，不知道有没有顺道祈求2024顺利。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行程满档，赶，上午才在台北开国政说明会，下午人已经到马祖。只是这行程，看看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李问也在，而另一个行程文化岛活动进办前一天先发公开，总统府同时也发，那这到底算是公务还是党务？假公济私，用公帑在跑选举，请赖清德出来讲清楚、说明白，不要浪费人民的纳税钱。事实上，赖清德是搭乘专机，平常用来护送总统或其他中央政府高级官员。但如果是自己的行程，确实需要自行支付费用。国防部称要按照一般民航机收费标准做原则，像是华航台北到南竿一个人票价2149元，专机上有几个人就得这样算。有关于赖副总统的行程安排，不论是公务或是选务，都是遵循规定在进行。今天到马祖的行程，试射选务的部分，交通皆为自费。强调都按照过往既有规定，每年选举到，这交通工具又成为话题。来，俊兄，这个赖清德的个性啊，大概不会去占这个便宜哦，所以大家就这个事情啊，大概可以信任哈。我只是说，到底价是怎么算的了？对他就是按照民航嘛，那个机票多少，就公布一下。对了，没有关系啦，就让总统府去公布，因为这个他是要付给总统府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要搭专机？这个因为他是现任的副总统，我不是听他讲话了。如果说他搭一般民航的话，会更麻烦，更麻烦。所以专机啊，如果是自费，这个大概是各个民主国家的一个常态了哈，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吵哈，只不过说为什么要跑马祖啦？其实这个时候马祖不是重点，说实在不是重点。你说我要兼顾，兼顾是靠政策不是选举的时候我特别去跑你家所以说比较重视你，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这个选举的这个行程安排恐怕要调整。现在民进党碰到的问题是在一些民生的这个政策受到很大的挑战那蛋的问题啦还有后续还有那这些问题事实上晴天下应该是要花一点心思了怎么样去跟现在不是他所主导的行政院来做一个调整互相的一个搭配你比如说以国防跟外交来讲现在我们的优势大概已经缩短了因为国民党已经做调整了这次国民党的候选人到美国去大概已经定调了他们的这个政策大概跟民进党的距离已经相当接近，就是所谓的这个自我防御的一个提高那贺主性的一个国防这个部分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优势。过去国民党因为不强调这个他一直在强调他们有谈判能力他们都不需要在这边弄得那么紧张但是现在已经调整所以我们这方面的优势没有了。再加上北京还没有出手如果说北京出手，而不是在什么军演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所谓外交国防上面，而是在民生上面的话，那对我们的挑战恐怕会有更大的一个压力。那这因为哪件因为刚好这个委员又提到这个话题所以说这个大城湾的这个演训，然后说这个异常它是一个军事讯号，也是一个政治讯号。它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因为它里有2栖登陆部队。
好，然后他是不是在扩大的三军的联合演训？那当然都是冲着台湾来的嘛。然后他也演给美国看，也这个演给台湾看哈。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在于是说，因为呢我们没有远程的对地的雷达侦搜，所以这次呢，像比如说包括这个苏子云啊，他就讲说哦。这就表示呢，我们这个情报呢是来自于盟友嘛，哈，盟友所提供的，所以呢，这叫做情报吓阻。哎，这就是用这种术语哈，用这种术语来包装，其实说穿了，其实就吹哨子壮胆嘛啊。所谓的吓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就看到了，我知道你在动，但是呢，我其实基本上呢无能为力。我们真的不要忽略哈，这个在这一段这个时间以来，从山东舰。然后它的来了多少架次，然后有运油机，然后各种的机型，然后到这个演训，然后到现在这个大城湾，都是2栖部队的这个登陆作战，都已经摆着这个阵势在那里了哈。然后呢，结合呢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王毅见这个苏立文的时候呢，就是强调就是台湾问题是第一道红线。然后韩正在这个联合国的讲话呢也是这样啊，就是保持最大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努力啊。但是呢，就台湾问题就是大陆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在中美的这个问题上面，你其他什么科技啊、什么竞争的都可以谈了哈，大家都可以大家这个来去彼此的之间的较劲。可是台湾问题呢是没有谈的余地的哈，所以它的一切的这些的铺垫呢，都是预示明年1月13号的时候啊，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刚才既然这个委员提到的，就是说侯友宜在这个美国接受。Bloomberg 的这个访问谈到的这些的部分哈，比如说包括他的军事预算啦，还是会这个逐年的这个提高啊。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是，这 Bloomberg 他的释出来的那个影片哈，那个4分钟的短影片，那个记者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说，台海会不会有战争？就侯友宜的回答呢，他就说台海呢，必须要稳定啊。然后呢，必须要这个和平吧，是不是？好，这个是他的优先的这个事项。然后呢，他就又提到说，什么他当选的话，两岸呢很难回到这个过去的马英九时代。我觉得侯友宜他的这个一整套的讲法，他其实是要让美国安心，觉得说，哎呀，你会不会侯友宜上来之后呢，然后你就不买这个不跟我们买武器了啊？然后呢，他也一方面呢也要防国内的这些民进党呢给他扣帽子啊，就说你这个。你这个是和平，你这是屈辱的和平啊！你根本就是要跟这个老共谈判呐，然后就是不战就准备要投降了，所以他就答的一个比较保守。我要是侯友宜，我不会这样答的，哈，就是呢，就是明年1月13号，只要有我侯友宜当选。这个解放军呢，他们就可以提早呢去准备过农历春节了。国军呢也可以提早去过农历春节了。到那个时候呢，两岸的紧张情势马上就降低了。那这个对于这个解放军来讲，他们到时候要再去哪里演练，就去南海吧。你就去这个，如果说俄乌战争那时候还没有停止的话，你就到这个东北亚，到宫古岛，到这个地方去演习吧。就说中美呢就不用为了台湾作为现在民进党这种的棋子的角色，然后搞得这么兵凶战危，侯友宜当选，这样子的危机态势就解除了嘛。那我们今天讲那个情报吓阻，其实这就是没有办法之中的一个办法。你对于现在那个前2天不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印太副司令还讲说，大陆如果解放军如果攻台的话呢，他必然会吃败仗。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今天在那边100多架次，这还只是演习而已，真正要打的话呢，他的那个会有多少架次？你美军要进来吗？你所有的这些的你的陆空各方面，你不管是导弹，或者是说你要飞机进来，他都在这个大陆的监控范围内啊！你要进来送死吗？谁要为台湾的民打仗？还不是就只有我们的军人要赴战场送死？接下来回来。